还得是星爷呀，我感觉我又找到青春了。星爷的新片《功夫女足》看完了，就是你看星爷的影响力多大，我们几个老登。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2号。最近星爷的功夫女足火爆全网，距离新喜剧之王时隔大约7年5个月，可以说是强势回归了。上映27分钟，票房过亿，预测票房飙升至18.6亿人民币。我看有网友11号晒图，猫眼票房将近3.2亿，不像某些导演没有宣发让大家走个面儿，一起看电影。我们一起来听听大 V 胡说怎么评价这部电影的，请看视频。不但看完了，而且我还敢说我看懂了，还是熟悉的配乐，还是熟悉的味道，还是熟悉的无厘头，当然还是有熟悉的脑洞。我相信有不少观众前20分钟没看明白，但大伙儿别忘了，星爷的电影你得反复看几次，你得品，你得吧唧嘴才行。星爷的新片在我眼里贯彻的就俩字儿：纯粹。无论做什么事儿都要纯粹，不能忘了自己的初心。踢球也是，班主想的是赚钱，他不爱足球，他只爱钱，他只在乎输赢，所以大伙儿看他的时候就特别别扭。他展现出来的一切都是假的。队长脑子里想的是输赢，也不是足球，也不够纯粹，他忘了自己原来的初心，所以只有他找到初心，他才能赢。我觉得队里那个姑娘说的话就属于点题了，我踢球就是因为想踢球，这是一种不夹杂着任何杂念的纯粹，只有纯粹才能平静，就像他师叔公说的那样，平静才是真正的强大。功夫女足和少林足球的故事不一样，少林足球当时是需要寻找队友，而功夫女足是已经组好的队伍，出道即巅峰。虽然他们强大的让人叹为观止，但他们不够平静。主力队员因为几句话就可以被激怒，那说明内心是脆弱的，是自卑的，是需要证明自己的，还是不够强大，这就属于外强中干。整部电影刚开始看的时候，我是有点茫然的，说不上来为什么，而真正的反转就在队长的回忆当中。孩子的心，孩子的笑，才是他们当初最纯粹的东西。我觉得周星驰已经到了那个境界，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最终境界。他年轻的时候是演员，他眼中的演员只有演戏。后来他当了导演，但同时也是演员。他眼中的电影已经不是演戏，而是演绎人生。到现在他只做导演了，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原来电影既是演戏，也是人生。就像我们家长常说的那样，即便这个世界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的初心从来没变过，我们是为了人民，为了世界。这一点我相信大伙儿最近深有体会。而周星驰想的应该就是为了电影，为了艺术，为了以后回头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观众能读懂人生。这么多年我们回头再看周星驰的电影，看着看着就哭了。可以说周星驰表达的是超前的，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但过些年以后我们会发现他给的提示已经很多了，那就是要一直保持着初心和纯粹。在这部电影当中，我看到了周星驰原有的风格，还是那样的无厘头，这是他的初心，也很纯粹。而且单论脑洞而言，没有人比周星驰更强。我真的是没想到，尤其是跟大河队比赛的时候，那老守门员撞得跟个大山似的，我还琢磨呢，我寻思这体型咋守门呢？结果这守门员直接抄起来自己家的球员抡起来挡球。除了无厘头，还有那么多隐喻。那几支参与比赛的队伍，大伙儿自己就看明白了，基本就是秒懂他代表的是谁。尤其是那个梨花队，那简直就是一群剑客，太符合他们的人设了。除此之外，里面还有句台词我觉得是相当给力的，那就是如果赢了大河队，那就是光宗耀祖。打鬼子是所有中国人的使命，这一点毛病都没有。多了我就不能剧透了啊，得大伙儿自己看了。整部电影隐喻太多，表达的也很多。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周星驰的那份纯粹和初心，山还是那座山。可以说星爷是80、90后这代人心中的喜剧之神，在他的影视中出现过很多经典台词，比如我养你啊，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等等一系列吧。并且他还带红了很多人，比如吴孟达、如花，唱 Only You 的罗家英。接下来我们跟着这位博主的视角一起追忆一下那些经典片段，直接看视频。人都不出来演了，靠情怀还能撑多久？你怕是不懂星爷在80后、90后心中的权威吧？今天我们用大概10分钟来好好盘点一下那些年被周星驰硬控的青春。如果要评影视界最难被复制的演员之一，周星驰必有一席之地。只要他一出场，那观众就下意识的想笑，笑着笑着眼泪又不自觉的往下掉。他主演的电影全球总票房已经突破100亿，你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放在90年代，朋友们，一张电影票才几块钱，实力恐怖如斯。1990年，他上映了11部电影，从年初演到年尾，直接刷新香港票房纪录。1992年更是封神，年度票房前5名全部是周星驰。周润发、成龙、李连杰3个人加起来都没有他1个人多。香港媒体因为他专门造了一个词叫周星驰年，也是从那一年起，他和成龙、周润发并称双周一成，是香港电影公认的票房保障。
你可能没有完整的看过他的电影，但是一定能随口说出他的台词，一句我养你啊，短短4个字火了30多年，甚至捧红了香港10澳的一棵树，一句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成为了几代人关于遗憾的标准答案。一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被好多人写在日记的封面，写在文具盒里当做格言。如果90年代有梗王比赛，冠军也一定是周星驰，是他让全国蟑螂统一叫小强，家家户户小狗都被叫旺财。他的经典数字9527成了懂的人相视一笑的暗号，出现在很多80后的网民游戏 ID 甚至密码里。他的一支穿云箭飞了20年，现在大家发弹幕都还在用，是真的千军万马来相见了。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些让我们笑了半辈子的台词和梗，大多数都不是编出来的，是他对自己的回应，也是他没说出口的真心话。1992年，周星驰30岁，事业登顶，也拥有了一份真挚的感情。当时他和恋人在片场里有过这么一句玩笑话：我不工作，你养我呀。10年后，这句话成了喜剧之王里尹天仇对着柳飘飘的背影喊出的那句我养你啊。电影里是双向奔赴的圆满，现实里却是一辈子的遗憾。当年面对要不要结婚的问题，他只回应了3个字：神经病。正值事业上上升期的他选了前程，却错过了真心。这3个字也成了他后半生解不开的心结。后来我们去看他的电影，很多剧情里都会有女主角骂他一句神经病，像是在一遍遍的道歉，也像反复回望当年的遗憾。大话西游里的那句爱你1万年，曾经是无数人的青春。20年后在西游降魔篇，他把台词改成了1万年太久，爱我就现在。他改的不仅仅是台词，更像是写一封寄不出去的情书，用尹天仇喊出了他不敢说的承诺，让至尊宝代替他说出了没有来得及的告白，去弥补自己没有做到的事儿。50岁那年接受采访，被问为什么不结婚，他眼神黯淡地说：你看我现在这样，还有机会吗？随后又补了一句：如果可以重来，我就不要那么忙了。网上有一句高赞的话：别站在如今通透的高度去苛责当年深陷迷雾孤立无援的自己，反复后悔只是对自己的2次伤害。放到周星驰身上再合适不过。回头看他一路的苦，当年拼命往前冲，哪里谈得上选错？1962年，他出生在香港九龙的穷人区，7岁父母离婚，他跟着母亲长大，名字虽然叫俊彩星驰，但是他却并不神采飞扬。他从小沉默寡言，爱看漫画，只有一个偶像李小龙。1982年，20岁的他拉着好友梁朝伟去考无线艺人训练班，梁朝伟一次考上了，从此顺风顺水，他却落榜了，费了好大的劲儿，托关系才挤进夜间部，白天别人学过的内容，他晚上再从头啃一遍。毕业后，梁朝伟成了无线五虎将，演主角红遍全港。他呢，被派去主持儿童节目430穿梭机，每天下午4点半对着一群小朋友傻笑，这一笑就是5年。但是他不是只会傻笑，这5年里，他录完节目就回家对着镜子练表情，练肢体，练每一个喜剧的节奏，一有空就扎进各个剧组，只求一个不起眼的龙套。如果你看过83版的《射雕英雄传》，或许有一晃眼看到他演过一个被梅超风一掌打死的宋兵乙。当时他鼓起勇气跟导演提议，能不能让我先挡一下再死？导演只回了一句：快去拍。很多年后，他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喜剧之王》，戏里面那个怎么死都死不透、处处被骂的尹天仇，就是当年的他自己。有几个人能够挺过5年的煎熬与等待呢？周星驰熬过了，也等到了。1988年，万梓良把他推荐给李修贤演《霹雳先锋》，这是他第一次正经演电影，直接拿下了金马奖最佳男配角。从星仔到星爷的路，他终于迈出了第一步。1990年，《赌圣》上映，票房直接打破了影史纪录。导演吴思远跟他说，拍完这一部你就是超级巨星。他还不敢相信，反复问真的吗？事实证明是真的。1991年，《逃学威龙》再破纪录。1992年，周星驰年创下的纪录，至今没人能破。拍《大话西游》时，他10秒内能够连续切换7种表情，全剧组的人都看傻了。只有周星驰能够把市井小人物演出哲学味。可是风光的背后也有憋屈。他最火的时候，片酬被旧合同锁死在70万港元一部，票房破纪录拿70万，再破纪录还是70万，直到《家有喜事》开出了800万片酬，他才发现原来同一个人身价可以差了10几倍。所以他后来拼了命也要自己当导演，不是为了权力，是为了不再被人定价。就算是合作12部后期闹过分歧的王晶，2026年在受访时依旧直白的评价，在我心中周星驰是演技最好的演员。老搭档吴孟达直言，香港没有一个人能够模仿他的风格。拿奖拿到手软，破纪录破到麻木，但是我认为观众的笑声、观众的眼泪、观众记了几10年的台词，才是他最硬的奖杯。
我们对星爷的喜欢从来都是始于才华，忠于人品。他不光自己站在山顶，还能够把身边的普通人一个个拖到聚光灯下。演员袁秋本来已经退圈18年，在家安享生活。周星驰3顾茅庐请他出山，演完《功夫》里的包租婆，直接拿下了金马奖、百花奖双料最佳女配角。《少林足球》里的大师兄黄一飞，此前只是 TVB 的边缘演员，一个光头，一手跑调的少林功夫好，就让观众记了20多年。说邹兆龙你可能不认识，但是说《九品芝麻官》里面那个常威，没人不记得，他演了10几年武打戏都没出圈，这一个反派角色直接让他痛失本名，走到哪儿都被人人喊打，他是常威，打他。罗家英唱了40年越剧无人问津，结果在《大话西游》演唐僧，出场不到15分钟，一手跑调的 Only You 成了几代人对话痨的终极印象。还有他的中学同学李建仁，1米8几的壮汉，被他拉来反串如花，每次出场不到5秒钟，却成了华语喜剧史上最经典的丑角符号。还有因为国语版周星驰，让我们认识了石斑鱼这个配音演员，也认识了石斑鱼这种鱼。还有和他互相成就的达叔吴孟达，下次我们专题再详细讲。这些演员在别的戏里面可能只是路人甲，到了周星驰的镜头里，个个都成了时代记忆。能够捧红自己是本事，能够捧红所有人才是真正的境界。而周星驰的影响力也早就跳出了电影圈。主持人撒贝宁曾经分享过自己大学时穷得吃不上饭，就跑到各个宿舍表演周星驰的桥段换饭票。他后来说，是周星驰支持着我读完了大学。直到现在做节目，他还总能够随口甩出一段星爷的台词，在华语乐坛里也到处都是他的影子。李荣浩写《喜剧之王》，吴克群写《周星星》是对他的直接致敬。欧阳靖的歌里采样他的电影片段，五月天的《咸鱼》灵感就来自他的那句台词。他没有开过演唱会，却被传唱在一首首流行歌、摇滚乐里。放眼国际，他同样站住了脚。他登上过《时代周刊》封面，被评为亚洲英雄。他的电影在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功夫至今还在19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华语片票房记录。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影响了几代人的人，为什么总有人说他孤僻、难相处、朋友少呢？或许是因为他对电影的较真到了偏执的地步。当年少林足球想进内地，有人让他改名功夫足球，他直接拒了，改了就不是同一个东西了，宁可放弃市场也不妥协。好莱坞3次找上门，他3次拒绝，要把中国菜换成西餐他不干，制作预算不达标他不干，让他演日本角色他转身就走，就是不干。有人说他傻，放着大钱不赚，他只说总有一些东西比名利更重要。还有人说他不近人情，一个把所有热情都给了电影，把所有温柔都藏进了台词里的人，哪还有多余的精力去应付人情世故呢？我们总说躺平也是一种活法，但是周星驰告诉我们，即使是躺平的咸鱼也要有梦想。你今天埋下的每一颗种子，说不定在哪一天就会突然开出漫山遍野的花。就像当年没有人看懂的《大话西游》，多年以后成了几代人的青春珍藏。喜剧之王讲小人物的尊严，处处是冷眼与羞辱。大话西游讲爱而不得，明明相爱却注定分离。功夫讲底层人的善良，想当坏人却狠不下心。长江7号放下了无厘头，演一个沉默笨拙却拼尽全力的父亲。很多人说后期的周星驰不好笑了，可是他自己说过一句话，我其实很多电影都是当成正剧来拍的，不知道为什么拍出来大家都觉得是喜剧。他拼尽全力想表达的东西，很多人只看见了表面的好笑，却忘记扒外壳下沉甸甸的人生内容。他的电影里主角永远是普通人，是跑龙套的尹天仇，是送外卖的何金银，是要饭的苏乞儿，是工地打工的周铁。他们虽然卑微狼狈，但是他们的心里都有一团我们可能一直都没有看懂周星驰，其实不是看不懂，是时候未到。等你摔过跤，错过人，扛过事儿，再回头听那些台词，看那些桥段，瞬间就懂了。懂了他的沉默，懂了他的较真，懂了他为什么一辈子都在给小人物写故事。流行是会轮回的，口碑是会反转的。今天你认定的死胡同，说不定转个弯就是柳暗花明。这是他的电影告诉我们的道理。有的人适合一群人走得更远，而有的人更适合一个人走得更稳。努力奋斗这2个字，他写在剧本里，写在自己的人生里，也是他送给每个普通人最真诚的鼓励。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没有周星驰出演的周星驰电影还有人看吗？我想周星驰的电影永远有人看，被他拍的从来不是传奇，是你，是我，是每一个不肯认输的普通人。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谢谢大家。